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命理话题——食神。在命理学里，食神可是个宝贝，跟禄和印并称为人生三宝。那它到底代表什么呢？简单说，食神就是你这个人所生出来的同性五行，它关系到你的福气、能力，甚至是你这个人的心性。先说说食神代表的东西吧。首先，它管你的脑子。食神旺的人啊，脑子转得特别快，想事儿特别周到。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说话、风趣幽默的朋友？没错，多半就是食神旺。其次，它管你的健康和寿命。食神就像是你的寿星，保障你的生命质量。特别是当命局里没有禄和正印的时候，食神单独出现，就代表寿禄和财富。这时候绝对不能坏，尤其是在坐下，食柱次之。如果食神受伤或者被克制了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95%的情况会出现脑神经不好的问题，头痛失眠那都是常事儿。而且不同的五行属性受制身体问题也不一样。金水食神受制容易得鼻炎，木火食神受制会得口腔溃疡、痔疮、神经衰弱，土食神受制就是胃不好、皮肤不好。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财富，如果你身旺，命里有一个食神，那恭喜你，这辈子基本不愁吃喝。我说的可不是夸张，这种人真的是富贵自来，钱好像自己会找上门似的，不用你拼死拼活去争抢。有些人甚至不用怎么辛苦劳作，就能过得很滋润，这就是食神的厉害之处。还有啊，食神是快乐之神，命里有食神又不受克制的人，通常都特别爱自由，喜欢做自由职业，最讨厌被人管着、束缚着。这种人活得比较洒脱，懂得享受生活，玩乐起来特别在行。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食神旺的人暗中会引来比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食神本身就是比劫生的嘛，所以这种人人际关系特别好，遇到困难总有人帮忙，就像命里带着贵人似的。好，重点来了，食神在命理里主要干3件大事。第一件事，泄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你自身的精华才华给发泄出来。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能量太旺了，憋在身体里不舒服，对吧？这时候就需要食神来帮你泄一泄，让你达到平衡。但要注意，如果食神过多过旺，又不制煞，也不生财，那就麻烦了。这种人可能会好幻想、重感情，容易钻牛角尖儿。而且如果食神旺而不做功，又没有印来制，那命主就不知进退，不懂变通，还会较真。所以食神也不是越多越好，关键看他有没有做实事。第二件事儿，生财，这个好理解，食神就是你生财的工具，代表你的能力。而且最妙的是，食神生财的人赚钱往往不费劲儿，可能是做中介赚个差价，可能是靠说话、靠才华就把钱挣了，反正钱来的比较容易。但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必须要注意。首先，你自己必须要有根有气。如果你这个人的日主没有根气，那食神就生不出财，你就变成了那种只会吹嘘、耍嘴皮、忽悠人的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。其次，食神生财的财富级别有多大，得看所生之财的力量旺不旺。如果食神生的是旺财，那财富级别可不比开财库小。第三，食神当财看的时候，只能合制，不能克制。如果用克制的方式，就是消神夺食，去得财。虽然你可能得到钱，但最终会失去，而且还会带来健康、心性或财富上的损失。更要命的是，克制得来的财富会让你整天焦虑不安、惊恐，心里一点都不踏实。还有个特别实际的现象，如果食神生财，且财生到你家里，表示赚钱轻松，容易不劳而获。但这里有个规矩，谁给你送钱谁是老大。如果对方比你强大，他随时可以把送出的利益收回去，这点得看清楚。第三件事，制煞，这个就更厉害了。如果说食神生财代表的是能力，那食神制煞代表的就是魄力、成就、主名声在外。简单说，命里如果有七煞，就需要用食神来制住它。如果食神能制住旺煞，那可了不得，这人能成大事，能当大官，得大富贵。权力有多大，就看你能制服多大的官煞。这种人通常是技术方面的官或者业务方面的官，用食伤制官煞，本身就是高智商的体现。但要注意啊，食神之煞能不能成功，主要看食神与煞的力量是否平衡，或者食神大于煞。如果食神太弱，治不住七煞，那格局就下降了，只能老老实实以求财为主。还有个细节要提醒大家，食神可以治七煞，但千万别去治正官。为什么？因为正官是福星，是衣食父母，你去治他那就是多管闲事儿，自不量力。
往往搞得半途而废，得不偿失。如果食神去合官，那命主就会爱操心，经常有人批评自己，因为管了不该管的事儿。不过食神合着官煞也不是完全不行，如果官煞在外面，食神的力量一定要大于官煞才能成功。但如果官煞是你家里的财生出来的，那弱智也能得到。说到这儿，得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关键的概念：食神虚透。什么叫虚透呢？就是食神在天干上出现了，但在同柱的地支里没根没气也没有生柱。说白了，虚就意味着小和无力，代表不实在，力量不足。判断一个食神是虚透还是坐实，就看他在地支有没有根基之时，如果没有，那就是虚透。虚透的食神啊，真的挺尴尬的，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实事儿。食神本来是快乐之神，代表智慧和口才，但一旦虚透，这些好东西全都打折扣了。思想层面，食神虚透的人，思想空洞、忧郁、爱抱怨，主贫困，而且因为能量不足，经常处于不快乐的状态，没有主见，容易幻想、重感情、钻牛角尖儿。表达层面，虚透的食神让人嘴笨，不爱说话，不会表达，特别是当虚透的食神想去治外面的官煞时，那表现就更糟糕了，焦虑、急躁，说话说不到点子上，显得肤浅、没深度、没广度。但如果虚透的食神不去治官，那就只是单纯的不愿意说话。生活层面，虽然食神代表爱美和生活情趣，虚透的人也爱打扮，但就是不够时尚。即便有生活情趣，也因无力施展而显得欠缺浪漫。如果八字中用来取财官的星是虚透的，那这人就娶不了财官。事业上，食神生财，但日干没根没气，就生不起财。这种人容易变成吹嘘、没本事、耍嘴皮、忽悠的绣花枕头，看着挺像那么回事儿，实际上啥也不是。更危险的是，如果食伤虚透，还要去治官煞，但力量不够，治不住，必有灾。比如大运流年来了，把有用的字冲破，使它变虚了。这时候，如果你要提升或投资，必失败。因为虚透的食伤根本治不住，也合不住财官。财富上，食神虚透的人主贫困，即使能保证吃穿不愁，也不会很富有。如果食神在命局中既不生财又不治煞，还虚透无根，那这人就会想往高处走，但无法实现，永远够不着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所以说啊，食神得有根有力才行。虚透的食神就像是空中楼阁，看着挺好，实际上啥也抓不。说完功能，咱们聊聊性格。食神代表的是一种温和、中性的性格。食神得用的人通常大度、包容、不记仇，为人正统、守德行，特别乐于帮助别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食神是日主所生的，就像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不求回报。而且啊，这种人多半能说会道，说话风趣幽默，跟他们聊天特别轻松愉快。这里有个特别的情况，食伤混局，什么意思呢？食神是同性所生，女命常代表女儿；伤官是异性所生，女命常代表儿子。食神偏柔和，伤官聪明灵活，悟性高，但有点偏激。如果一个人食伤混局，那就有意思了。这人具有双重性格，食神的大度和伤官的聪明并存。跟这类人合作要顺毛捋，不能逆着他，因为他既喜欢奉献，又聪明绝顶，细腻谨慎。但同时，这种人也会表现出自我矛盾，想奉献又计较得失，做事不太专一。食神还代表美丽，有食神的人特别爱美，会打扮，但打扮风格也不一样。木火食神的人阳光积极，打扮时尚艳丽，说话特别风趣；金水食神的人比较冷静理性，说话咬文嚼字，打扮高雅庄重、浪漫，都是精神层面的。土食神的人说话让人觉得踏实、厚道、忠诚，穿衣打扮传统正规，看看是不是挺准的。你可以对照一下自己身边的人。职业方面，食神也有明显的倾向。食神代表技术、中介、管理人员，层次高的是管理者，层次低的是技术工人。很多用食神赚钱的人都是高智商的体现。食神做工的人多数从事自由职业，比如开店、开公司或者做中介，靠说话赚差价，钱来的轻松。还有很多是白领老师搞教育的，如果是食神制煞的格局，还可能是医生、护士。总之，食神的人适合那种不用体力劳动，靠脑子和口才吃饭的工作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食神和印的关系。首先是食神和印，印代表头脑，食神代表思想和口才。
这两个好东西要是牵绊在一起，双方的优点就都显露不出来了。结果就是命主变得糊涂迷茫，没有主见，做事经常后悔，在人生十字路口上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然后就是最可怕的组合了，枭神夺食，这是盲派命理学中四大凶险组合之一，真的不能小看。枭神就是偏印，如果他来夺你的食神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枭神夺食有多凶？轻则破财，重则有牢狱之灾。特别是身旺且命局偏阴的情况，或者从高处摔下来受伤、坠楼、车祸，甚至倾家荡产。如果是身弱时枭神夺食，多半是发了财，但身体有病，而且这种人的心性也会趋向枭神，变得狠毒、剥夺、自私、贪婪、敏感、多疑，整天像怨妇似的，满肚子怨气和抱怨，说话又臭又长，还喜欢撒谎吹牛。但枭神夺食的具体灾害还得看食神跟你自己的关联度。如果食神连体，就是跟你的日支时支有联系，那是坚决不能被克制的，一克必有大灾。特别是食神在坐下被夺，主离婚或者破大财，食神落在哪个宫位被夺，就代表你为那个宫位的六亲操心受累。在时支主子女有灾，给你带来精神压力和负担。在年月如果跟家里有联系，就代表为长辈或兄弟担忧或操心受累。是精神压力大，不一定是实体灾难。如果是在日支，就是自己有灾了。但如果食神在年月，跟日主没什么关系，被夺的时候一般没有具体灾祸，主要是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的不舒服，比如干的行业不合心意，或者朋友让你伤心。还有个细节，如果枭神夺食的食神是两个人共有，比如在比劫宫，那灾难和利益就是平均分摊的。如果是两个人分担，摔伤的程度就会减轻，可能只是受点伤，要不了命。不过别怕，枭神夺食也不是没救，有两个办法可以化解：一，枭神夺食，喜配比劫，比劫可以分担灾难，化解枭神夺食的凶险；二，枭神夺食有财不怕，才能破枭神，减轻灾害，还能让人失去枭神的凶气，心态改变，变得守规矩。最后说一个特别实用的点：食神什么时候能当财看？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食神当财的级别比正财偏财代表的财富还要大。有几种情况：一，原命局没有财官星的时候，食神既能当财也能当官；二，身旺且只有一个食神，那这个食神就是巨福，就是财；三，命里有印和比劫，外面没有财官，连食神也能当财看，食神就是印的财。但注意啊，食神当财的时候只能合制，不能克制。一克制就是枭神夺食，必有灾祸，失去财富和健康，或者影响心情。但如果是合制食神，那就能得到财富。好了，今天关于食神就聊到这儿。食神作为命局中的核心吉神，它的状态决定了你在物质享受、精神愉悦以及社交关系中的福分。只有当食神有根有力，跟其他食神形成有情有义的组合时，比如生财、制煞、配比劫，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。如果食神虚透无根，那就像是有心无力，想做事却做不成，想说话却说不明白，想赚钱却赚不到，那种感觉真的挺憋屈的。其实命理学就是这样，看起来玄，但仔细一琢磨，全是生活中的道理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并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咱们下期。